这个女人正在查看家里的监控，当她一点点拖动进度条时，却发现一个陌生男人竟然闯入了家中，接着钻进了床底。而此刻，那个男人就趴在她的床下。女人害怕的一点都不敢动弹，可她的脚却忍不住开始发抖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从床底伸了出来。女人名叫小美，每天夜里睡着后，一个男人就会从床底爬出来，然后拿出一瓶药水，轻轻捂住她的口鼻，她立刻就昏迷过去。随后，男人走进浴室，用他的私人物品刷牙洗澡，将牙刷小心翼翼地摆回原位，仔细清理好地上的毛发，然后走出浴室，定好手表上的闹钟，钻进小美的被里，抱着她入睡。第二天4点，男人准时起床，淡定地吃着早饭，最后悄悄离开。而这一切，男人已经持续做了半年时间。小美最近感觉越来越奇怪，每天早上起来都头晕目眩，家里的牛奶好像用得很快，厕所的马桶盖也经常忘记合上，但她并没有在意。出门前，她特意在门口摆放了一些男士的衣物和皮鞋，因为独自一人居住，她故意营造出家里有男人的假象。就在她关好门时，她发现门锁的密码盘竟然被打开了，仔细一看，上面还有被按过的痕迹。小美赶紧擦干净，重新设置了密码。下班回家后，她发现锁盘居然又被划开了，这让她开始感到不安。她打电话给妈妈，这才知道原来妈妈今天来送过东西。晚上，小美躺在床上听着手机音乐，突然门外有人正在输入密码，她连忙关掉音乐和台灯，轻轻起身走了下来。按键声瞬间消失了，但很快门锁开始疯狂转动，外面有人试图闯进来，小美吓得不敢出声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外渐渐安静下来，小美轻轻走到门口，缓缓探头看向门镜，外面并没有人。她壮着胆子打开了门，门外空无一人，走廊里也是空空荡荡。就在她准备关上门时，突然看见地上有一只烟头。小美赶忙报了警，可警察却说仅仅是一个烟头，不可能给她立案调查。警察说经常有人晚上喝醉敲错了门。警察走后，小美提心吊胆地看着门口，直到深夜才入睡。可是那个变态男人再次从浴室走了出来。第二天，小美抽空去看了别处的房子，但租金太贵了。回到银行上班，一个奇怪的客户看到她的名片后，说他们是邻居，非要邀请她去喝咖啡。被小美拒绝后，客户开始大喊大叫，幸好金科长及时过来，客户被保安送了出去。可没想到，就在小美下班等公交时，那个客户又出现了，他拽住小美纠缠着不放。恰好此时金科长开车路过，再次帮小美解了围，并亲自送她回家。到家后，金科长并没有送她上楼，小美独自走进电梯。就在电梯门马上要关上时，一个男人闯了进来。可男人进来后并没有按楼层，只是安静地站在她的身后。电梯到了6楼，小美犹豫了一下没敢动。当她看到男人是同层的住户后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回到家后，家里居然停电了，她只好打开了手机的背光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小美透过门镜一看，发现外面是金科长。原来她的钱包落在了金科长的车上。看到小美家里停电，金科长主动帮她修好了电闸。屋内摆放着许多男人的物品，小美赶忙解释是为了安全才故意制造的假象。为了感谢金科长，小美请他坐下来喝咖啡。金科长要借用一下洗手间，小美急忙进去整理了一下个人物品。可她低头一看，出门前明明合上的马桶盖居然又打开了。看着金科长的背影，小美突然想到了什么。근데 과장님 어떻게 아셨어요? 저는 말씀드린 적이 없는 것 같아요. 뭐가요? 저희 집 호스요. 601호. 아, 이게 小美借口出去买咖啡，慌忙跑了出去。她叫来了警察，告诉警察她的上司就是那个跟踪狂。可当警察打开门后，金科长竟然被人勒死挂在了门上。这个女人刚刚睡着，床底下就钻出来一个男人。男人先将女人麻醉，然后用女人的物品刷牙洗澡，用完后将所有东西归回原位，擦拭干净浴室地面。接着他赤身裸体地钻进女人的被窝，抱着女人入眠。然而这样的变态行为他已经持续做了半年，女人却毫不知情。小美被带到了警局，
他这才知道，原来金科长是通过楼下物业找到他家的房间号。小美开始落泪痛哭，但更让她崩溃的是，警方在她家里发现了打斗的痕迹，这说明除了金科长，家里还有第三个人。由于证据不足，警方只好释放了小美。她从警局出来后直接回到公司，可昨天还要给自己转正的行长却毫不留情地把她辞退了。回家后，她第一时间找到物业，希望能调取到监控记录，可物业小哥告诉她，这栋楼只有电梯的监控能看到，其他位置安装的都是假摄像头。为了确保安全，小美请物业小哥帮忙检查了一遍房间，确定没有人后才敢进屋。虽然其他地方房租很贵，但小美决定尽快搬家。就在她打扫房间时，发现柜子下面有一张陌生门卡。她试了一下，并不是自己家的，她猜测这可能是凶手落下的。想到警方一直在怀疑她，于是她决定自己去查找真相。她开始整栋楼排查，拿着门卡一家一家去试，终于在7楼的一个房间，门被打开了。确定屋里没人后，小美鼓足勇气走了进去。屋内布满了灰尘，看来很久没人居住了。通过桌上的银行账单，小美让闺蜜帮忙查到了户主的信息，是一个叫小江的女孩。小美尝试拨打电话，可却没有人接。他们发现女孩每个周六的下午1点都会在一家便利店消费3200块钱，此时正好是周六的10点半，于是他们决定去那个便利店蹲守。这时突然有人消费3200块买了一盒罐头，时间刚好是下午1点，两人赶忙追了出去，看见是一个头戴绿帽的女人。他们尾随着女人来到一片居民区，可在一个岔路口处却跟丢了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好分开行动。小美顺着小巷一路寻找，突然看到地上有只小猫，小猫吃的正是刚才女人买的罐头。她跟着小猫来到一个院子，里面堆满了绿色的罐头盒子。她上前去敲了敲门，可是没人回应。这时她惊讶地发现，门上的密码锁和自己家里的一模一样。她尝试着输入了几组简单的密码，都不对。刚要转身离开，小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她输入了自己前2天新换的密码。门真的开了，她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房间，里面非常昏暗。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小江的电话，铃声果然在屋内响起。她顺着声音走了过去，可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惊呆了。女人被绑在床上奄奄一息，双腿已经被截断。小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回来了，她急忙躲进床底。突然，男人的手机掉在了地上，小美顿时吓得汗毛竖起。还好男人并没有发现她，直接摸到了手机。男人随后走出了房间，小美以为危险解除，她赶紧从床底爬了出来。可刚爬出来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。情急之下，她赶忙躲在了门后，连呼吸都不敢用力。外面突然响起了警笛声，男人急忙趴到窗口查看。小美趁机从门后溜出来，趴在外面的地上。警笛声渐行渐远，男人把女孩从床上拖下来，然后他拿起锯子按住了女孩的手。小美吓得不敢直视。可这时身后突然发出了响声，她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。男人立刻扔掉锯子，径直走了过来。好在有一只猫在房间里。男人回到屋内，继续切割女孩的手臂。小美趁机慢慢地走向门口，眼看就要逃到门外，可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小美疯了一样的跑出来，男人在后面穷追不舍，她躲进了一个卷门后面。看到男人走远后，她尝试着走出去，突然门被一把拉开，小美彻底绝望了。关键时刻，闺蜜用手推车撞翻了男人，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。而此时的小美已经被吓傻了，呆呆地坐在地上。幸好一辆警车经过，男人被迫逃离了现场。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，他们找到了小江的尸体，尸体的手上夹着一张名片，正是小美在银行上班时的名片。小美告诉警察，凶手戴着帽子和口罩，她并没有看到凶手的模样，
他只记得凶手带着一块老式电子表。很快，警方就锁定了嫌犯，就是前几天骚扰小美的那个客户。老式电子表、木工身份，还有监控拍到他最近一直在尾随小美。听到已经抓捕了嫌犯，小美终于松了口气。她立刻就搬了新家，特意给门上装了3把锁。就在她坐下来休息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莫名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他丢在凶手家的手机，手机里存满了男人和他睡觉的照片。这时他身后的电话响起，是闺蜜发来的视频通话。小美接通了电话，可视频里出现的并不是闺蜜，而是一个陌生男人。男人偷偷藏进了洗手间，此时闺蜜从门外走了进来。小美急得大声呼喊，可手机那边被静音了。她慌忙冲了出去，一路狂奔到闺蜜家，看到闺蜜的腿马上要被锯掉，小美急疯了，她拿起灭火器开始疯狂地砸门。这时那个被抓起来的变态客户突然出现在身后，一把将她打倒在地。变态客户用力掐住了小美的脖子，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制服了她。好在闺蜜的身体并无大碍，腿也保住了。警察来到医院，他告诉小美，原来上次的指纹检测结果并不吻合，由于证据不足，警方只好放了那个嫌犯，这次一定会将嫌犯绳之以法，小美可以安心了。为了表示歉意，他送给小美一个室内监控器。小美回家后把监控器放在了床头，她用手机查看了一下，画面很清晰，这让她找到了些许安全感。随后她来到便利店买东西，恰巧遇到了之前帮她检查房屋的物业小哥。小哥对她嘘寒问暖，这让小美有些惶恐，她匆匆结账准备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她听到身后的支付信息3200块。她回头一看，小哥买了一盒绿色的罐头，手上戴着一块老式电子表。小梅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她吓得落荒而逃。回家后，她慌忙地锁上了3道门锁。这时警察打来了电话，警察说嫌犯被人杀了，看来凶手另有其人。警察让她待在家里，千万不要出门。听到这一切，小美惊呆了，她惊恐地发现家里的桌上摆放着一盒绿色罐头。她战战兢兢地拿出手机查看监控，画面上显示物业小哥已经提前1步进入了她家，此刻就躲在床底。小美害怕的2脚直发抖，突然床下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她，小美拼命挣脱，可是却被自己装的门锁挡住了逃生的路。她再次醒来时，感到自己浑身无力，小哥给她注射了麻药，小美大声痛哭起来，小哥轻轻抚摸着她的头。突然，小梅起身咬住小哥的耳朵，拿起麻醉针插进了他的手心。小美摇摇晃晃地逃了出来。这时警察及时赶到，和小哥扭打在了一起。可警察也不是物业小哥的对手，看着警察被残忍的杀害，小美顿时瘫坐在了地上。变态的小哥举起斧子按住了她的手，小美拼命挣扎。恰好此时一个柜子倒了下来，2个人被压在了下面。小哥死死掐住了小美的脖子，眼看就要窒息，小美拼尽全力把他推开，柜子上的钉子穿入了小哥的脑袋，凶手当场毙命。故事的最后，小美被判正当防卫无罪释放，她换了个城市重新生活。但是自此以后，她每次回家都会习惯性的看看床底，床底仿佛也总有人在看着她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